哦，来了，您的快递，请签收。谢谢，辛苦了。不客气。我不记得我有买东西啊，老家寄来的。哦，对了，前几天小姑打电话说要给我邮一件爷爷的遗物，好大的霉味儿。啊，油纸伞，这伞骨好冰啊。记得小时候，爷爷有个大樟木箱子，从不让人碰。难道那个箱子里装的就是这把伞？小姑大概是看我经常偷瞄，以为我喜欢才寄给我吧。家里已经够乱了，这把伞估计也不能用，撑起来会散架吧？扔掉？不，这说不定是古董，明天拿去给老板看看。你先躺衣柜上吧。哎，三清，你又欺负阿帕契。老板，我给你带了镇江的点心。哦，谢了。你说我们院领导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这么忙还搞年度旅游，远的地方又去不了，只能去镇江。金山寺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还有个老和尚颠了我半天，最后塞给我一包雄黄。哦，那包雄黄呢？当然是随手扔了。真是，还真把我当许仙了呀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快要过25岁生日了吧？对啊，还剩几天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我们医院最年轻的医生。念书的时候，我连跳了3级，天才就是说我的。哎，对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要送我礼物啊？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奇怪的东西？难道莫名其妙收到雄黄还不够奇怪吗？我是说在这之前，比如说一把伞。伞？嗯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收到了一把伞，老家给我寄过来的。我看那伞挺有年头的，我还想着拿来让你看一眼呢，结果忙忘了。你知道《白蛇传》吗？当然知道啊，《新白娘子传奇》电视上每年都会重播啊。你是说那把伞是《白蛇传》里的？搞笑吧？你不信传说？我信科学，科学讲究证据。我的工作可不是靠想象就能给人开刀的。你爱你的工作吗？当然爱。有证据证明吗？爱、希望、信仰，这些都是没办法用证据表明，可它们都是存在的。传说也是存在的，况且《白蛇传》是有证据的。你家里的那把白蛇伞就是证据。当年许仙就是在西湖断桥畔借出了这把油纸伞，才让白娘子和他结缘。没想到那把伞现在到了你的手上。干嘛用那种同情的眼光看我？白蛇伞不好吗？也许会有美女蛇来主动当我的女朋友哦。要是好事的话，为何那个和尚会无缘无故的给你雄黄？施主请留步。我这里有一包驱邪祟的雄黄，望施主收下。快收下吧，许相公。他只给了你，没给别人吧？你是说，那个美女蛇已经出现了？可是我身边的人都很正常啊。修为足有2000年的蛇精，你能认出来才怪。白娘子不是被镇在雷峰塔下吗？啊，雷峰塔早就倒了，现在西湖边上那个是重修的。老板，你在和我开玩笑吧？刚才不是还想要美女蛇当女朋友？那白蛇是因为白蛇伞才来的，那我给她还不行吗？那条白蛇估计是来报仇的。报仇？白蛇传不是个爱情故事吗？传说并不是真实的。端午佳节，那个说爱她的男人亲手端来了雄黄酒让她喝下。故事的最后，她一直都被压在雷峰塔下，而她爱的那个男人娶了其他女子传宗接代。你说她能不恨吗？你收到的那把油纸伞应该是放在一个樟木箱子里的吧？是的，不过寄过来的只有伞，樟木箱估计被我小姑拿去装东西了。樟木能避虫蛇，特殊的气味让白蛇感觉不到油纸伞的存在。
所以这些年才平安无事。这次这把伞重现天日，谁是这把白蛇伞的主人，谁就要承担他的怒火。这，老板，你这里有没有雄黄？你以为用雄黄就能压住2000年道行的蛇精？许仙能用雄黄酒逼出白娘子的原形，是因为端午的53刻是他法力最弱的时刻。现在都年底了，你准备再多雄黄都没用。那我该怎么办？这个你听我解释。算命的说我24岁那年有一场大劫，家里的人都叮嘱我不能摘下这个长命锁。虽然我不信，但戴着也没什么影响，所以就一直戴着了。不过我24岁都快过去了，也没见有什么大劫，肯定是骗人的。这么近距离看老板还是第一次，看上去他应该比我小2-3岁。不过老板总是能淡定地解决各种怪事，这次也不用担心吧？啊，好长一道疤！老板穿高领中山装就是为了遮这道疤吗？手都撑酸了。好凉！这玉老板握了那么久，怎么反而变冰了？是体寒吗？下次给他带点补身体的吧。其实要避开白蛇的复仇也容易。1000年前法海对他下了咒，让他不能枉害生灵。许仙和白娘子的孽缘始于那次借伞，你只要不让他借到伞就行。这么简单？他需要的也不一定是那把油纸伞，而是你手中的伞。你把自己的伞借给了他，就相当于把护身的东西借给了他，他顺着雨水便可以侵占你的身体，吞噬你的灵魂。哦，我记住了。不早了，我要回去值班了。白蛇幻化人形的能力很强，你谁都不要信。知道了。受北部冷空气低气压影响，我市未来1周会持续降雨，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寒保暖。玩我呢？感觉自己好像一只被蛇盯上的青蛙呀。发什么呆呢？怎么还不走啊？你也没带伞吗？你带伞了呀？哦，对，你晚上要值班吧？那伞先借我吧。等一下。我今天和人换班了，不值了。哦，那正好，你送我去停车场吧。紧急手术，看来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，你先走吧。我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？蛇精什么的，是老板和我玩的吧？小叶，还没走呢？是啊，天气预报明明说没有雨的。学长，你晚上是不是要值班啊？这把伞能不能先借我用用？我回家后再给你送回来，我家离这儿不远的。你家不远，那我送你回去吧。那就麻烦学长了。同用一把伞，应该不算借吧？前面就是我住的地方了。好。雅舍居然锁门了，奇怪，平时老板即使不在，店门也不会锁，现在也没到关门的时候啊。小医生，你知道老板去哪里了吗？不知道，昨天我来雅舍还看到他了呢。我昨天用一尊战国炼丹乌金小鼎换了他3件古董，想来问问他那鼎的事，他居然一整天都没开门。奇了怪了，雅舍里的东西都是无价之宝，即使有人出天价，老板也无动于衷。能让他用3件古董换一尊小鼎，那小鼎来历一定不简单。老板应该有事回家了吧？你过2天再来看看。也行。我到家了，谢谢学长。不客气。什么都没发生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